大家好，没错，你没有走错频道，这边是面面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评测一下市面上9款来自不同超市、不同品牌和可口可乐的所有可乐。我们找遍了4、5个超市，就为了找到到底哪个可乐最好喝啊！我们请上了新的演员，共有9个不同的标号。之后我们来一波盲测。就先说明一下，他是你自己介绍吧。对，作为一个喝可乐多年的男人，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我觉得百事和可口都挺好喝的，但是我很自信我能分辨出它们的味道。我是小时候经常喝可乐，然后这10年来我喝可乐的次数肯定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就现在对于可乐可以算是就是小白那种级别的，所以我们2个是从不同维度去做这次测评。这几款可乐呢，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各大超市买到的。这款是 Whole Foods 自有品牌，然后这款是可口可乐，但它是墨西哥产的，然后它就是用的糖的种类是不一样的。这款就是可口可乐的原味，然后这个是 Safeway 集团旗下的自己出的品牌。这2款都是这2年出的，就是添加了益生菌的可乐。这个是西雅图本地的一个品牌出的可乐，那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这个在里面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它就是一个无糖可乐，但是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就买了。然后这款是 Kroger 旗下的，这个就是百事可乐。OK， 有个运动员没有位置了啊，这个要不我们把无糖选手请走吧。好，开始吧。来，先从0号开始。这个比较像百事，但是不太一样，1号明显比百事要弱一点。但是口味很像百事。我怎么感觉这就是百事呢？这第2个这个明显味道比较奇怪，有股樱桃味。我猜这个是益生菌饮料，因为这种益生菌饮料有那种有点像酸奶那种感觉，会，这个有点那种酸奶的口啊。这个有一点苦味，有一点点，这个甜味有点那种中药的甜味那种感觉，不是很舒服。这个气泡感也比另外2个弱一点，很好。这个味道很熟悉，这个就是熟悉的可乐味道。这个硬要说的话是那个可口可乐的感觉，但是它的甜度比较低，所以应该不是美国原版可乐，所以我猜这款是墨西哥可乐。好，反正这个比较墨西哥可乐，4号比较像墨西哥可乐。就是怎么判断它是不是墨西哥可乐？墨西哥可乐和美国可乐最大区别就是它糖用的不一样，甜度不一样。对，它糖用的也不一样。美国可乐用的是那种人工糖，墨西哥可乐用的是真正的蔗糖。然后墨西哥可乐其实它的甜度会比美国可乐低一点的。这2款都是比较接近于可口可乐味道。3和4。好。这款明显甜度要高一点，这款不是特别像可口可乐味道，也不像百事可乐味道。这款也有一个很上头的味道，我觉得它肯定不是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至少不会都在立 flag 吧？喝口水。这个我有个选手没给他差评，我说怎么不应该少呢？没事，这款没有东西，你喝粉红色的。我就说呢，9个怎么多出来一个？这个是百事可乐。这7号百事可乐，我再回来是0号。因为百事可乐的气泡感是最好的，0号它只是味道像，气泡差了点，所以我猜0号也是。我猜0号是那个喜亚特扣啦。为什么？你又没喝过喜亚特扣啦？直觉。对啊，你又没喝过很多可乐，其实你评判起来会比较难。8号是个没喝过的味道。真的，8号有点像可口可乐，怎么回事？你不要被我反义词。不是真的。8的味道一般，说实话。它如果是可口可乐，它还是美国可口可乐。那9号就没味儿。我惊呆了，没味儿，没味儿是什么意思？就没味儿，甜度是最低的。我这3个一定要猜出来一个，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把做这个可乐抓出来。这个的甜味不是纯正蔗糖的甜味，这个甜味是不对的。4也不是，我觉得9对象。为什么？你除了甜，
气泡，就可口可乐气泡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可口可乐气泡是有种绵密感的，然后百事可乐气泡是那种刺激感。也是我从小喝到大都是兑过水的。酒就是墨西哥可乐。OK。好，揭秘。可口可乐，你猜是哪个呢？可口可乐 ，Hello， 4或者5，4或者5，4是可口可乐。答案揭晓，你自己到前面来看吧。好了，我好紧张，救命！我觉得挺像可口可乐的，但是它有点介于，因为我太久没有喝有糖可口可乐了，我觉得它有点介于可口可乐和就是代糖可乐的那种有点假甜的那种。就是怎么说比较单薄的甜味之间的那种感觉，我可能要全部都喝完以后再喝回来。它气泡不是很绵，它在嘴巴里面是哔哩啵噜哔哩啵噜的那种感觉。哦，这个气泡比刚才那个稍微密一点。哇，这个怎么也那么像可口可乐？救命！但是这两款气泡就感觉不太一样，这个气泡会比那个气泡密一点，味道倒真的很接近。救命啊！跟刚才那两款相比，它也是，完了，我只能对标可口可乐，可口可乐那个味型，但是它会有一个刚入口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会比之前两款有个酸一点点的味道，气泡也是比较密，但是不刺的那一种。要不说是美食博主的，这形容能力完爆。没有，你形容也很好。这个不太像。它很努力的在做成像可口可乐的味道，但是就是刚刚那款它是在一入口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酸味，它这款是在进口以后1到2秒之后有一个跟可口可乐不太一样的就是味道，过了甜味之后的余味是那种偏我真的好迷惑。你是不是闻到了纸板的味道？但是它就是尾段是一个比较平的，不是甜的那种味道。它气泡感好像没有1和2这么密。喝了4。啊，这肯定是益生菌饮料。哇，一股乳酸味，而且它这个甜是那种非常假甜的那种甜，就是哇，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给你们形容，就是又甜。然后又带着乳酸味，然后那个甜味又很假那种感觉，然后好难喝。然后它尾韵有一个非常重的那种 vanilla 的，就是香草的味道。这个也不是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它这个有点类似于像奶油苏打那种感觉，就是像是用可乐做了雪顶可乐那种。然后上面那个雪顶微微化掉之后，跟可乐混在一起之后，那混起来的那一部分的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像 cream Coca-Cola 那种感觉。反正这款肯定不是可口可乐。我感觉这个有点喝起来有点像以前我爸很喜欢喝的0度可乐的味道，就是阿斯巴甜的那个糖跟普通糖味道肯定是不一样的嘛，但是它那个糖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像是香草和草药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但是它的气泡感就是前面这几款它气泡都是在舌前端的，但是这一款它是你下去之后它的气泡感在舌中端，然后有一个很绵密气泡的那种感觉。这是不是百事可乐啊？你作为一个不怎么喝可乐的人，应该更着重于分析它好不好喝，而不是应该去分辨。但是帮大家选出最好喝的一款。好不好喝这个事情很主观嘛，所以我是很客观的评价它每一个要素，我觉得怎么样。行，可以。但是至于它是不是会适合你，这是你的个人选择。比如说我说这款味道很像香草，那可能喜欢香草味道的人就会觉得它还不错，对不对？我觉得这款就喝起来很舒服，
是我喝到现在我觉得比较舒服的一款，就是它风味和口感上都平衡的很不错，就是它有一个很顺的那种甜味，然后那个回味也很干净利落，它回味在嘴巴里面还是有那种气泡在你嘴巴里那种哔哔啵啵的那种比较激烈的那种感觉，就是它那个气泡感还停留在你的嘴巴里，不知道怎么形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款是我目前喝到我比较喜欢的一款。完了，它如果很便宜的话，我岂不是那好事又省钱了，2个了。这是啥？我喝到现在为止有几款已经不能算作可乐范畴了，一个是乳酸菌，一个乳酸菌，还有一个是乳酸菌后面那个，然后这款也是，就是已经不能算是可乐范畴了，就是有一股诡异的车里樱桃味的那种味道，就反正难以描述。这款应该是代糖的吧？哇，好难喝！它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它这款有一股橙子的味道，就橙子汽水那种橙子香精味混着甜饮料的味道，反正这种感觉就是不是可乐的感觉。2的气泡比1要密多了，密很多，而且，哎，不说了，我来看吧。就是你说最不可能可乐那个就是墨西哥可乐，有香草味的那个就是大家公认最好喝的墨西哥可乐。你最喜欢的是百事。结论是说，就让大家来做盲测的话，一般人最后都会选择百事可乐，这个对更好喝一点。但是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愿意承认百事可乐更好喝，都会说自己是天天喝可乐的。当他们盲测的时候，都会说百事可乐比较好喝。好，收。下次有什么想看题材，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拜拜。拜拜。